这几年离婚率逐渐的增加因为离婚而产生的司法纠纷也越来越多。虽然会走进婚姻的人都不想要离婚但是离婚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大家不得不去思考的事情了。那在台湾，离婚的条件是什么？而不同国家又是怎么面对离婚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离婚制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的4月，英国推出了无过失离婚的新法，意思是说，在有婚姻关系的2人当中，只要其中一方觉得婚姻经营不下去了，就可以单方面的提出申请，在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顺利离婚。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在去年实施了另外一种叫做离婚冷静期的新离婚制度。在这个制度底下，就算是已经成功离婚的配偶，只要你还在冷静期内，那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反悔推翻离婚的决定。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设计，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应该要把离婚的门槛设计的高一点比较好，还是降低门槛，让大家可以更自由的离婚比较好呢？政府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又应该要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跟另一半有更愉快的亲密体验，玩具或许是你的好帮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门讲座《大人的玩具总动员》的限定优惠，这是图文不符上课喽跟知名的义务梗塞团队继之前超过2000人支持后，再次合作推出线上版的性爱讲座。而在这门讲座当中呢，讲师透过完整专业的性知识来教大家认识情趣玩具，从功能、形状、触感等各个面向挑选最适合你的情趣玩具，以及认识呢在不同身体部位情趣玩具的使用技巧。目前课程已经在 Press Play 全面预购，赶快到 Press Play 页面搜寻大人的玩具总动员，把握限量早鸟的6折优惠吧。在台湾，法律规定的离婚方式总共有3种，分别是协议离婚、调解离婚跟裁判离婚。第一个协议离婚算是最和平的分手方式，只要2个人都有意愿离婚，双方签完离婚协议书就可以顺利的离婚。而第二种调解离婚就是稍微不和平的分手了。这个意思是说，双方一开始要对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有争执，所以需要诉诸法院。但如果经过法院的调解，双方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那就还是可以按照调解的内容离婚。协议离婚跟调解离婚这2种状况虽然过程不太一样，但2人最终都还是能够达成离婚的共识，也算是皆大欢喜了。不过第3种裁判离婚状况就比较麻烦。在台湾要进入裁判离婚之前一定要先申请调解，然后调解失败后就会进入法官裁判的程序，而这个时候呢，就会由法官来根据双方的状况来判定，看看他们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离婚要件，是的话就会判决双方离婚。也就是说，在裁判离婚之下呢，双方对于离婚很可能是没有共识的，只要申诉方想要离婚就可能成立。但在怎么样子的条件下面，法官会判决双方离婚呢？被裁判离婚的第1种条件就是当其中一方做出了法律上面认定婚姻中不能接受的行为，比方说呢，跟配偶以外的人有性行为，被对方或是对方的家人虐待等等，那就有可能被裁判离婚。不过事实上要用这种方式裁判离婚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想要离婚的那方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举证上面的困难，比如说需要自己偷偷录音录影，或是特别请征信社搜集证据等等。这就让不少人认为说，离婚制度实在是太严格了，政府需要给人民多一点点离婚的弹性空间。所以在1985年离婚制度修法之后，加入了一个叫做其他重大事由的条件。也就是说，就算2个人呢不符合前面提到那些有外遇或者虐待等等状况，但法官如果认为呢这段婚姻已经难以维持的话，也还是可以裁判这2个人离婚。这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抽象要怎么样才算是婚姻难以维持呢？但在实际上，大部分用其他重大事由在法院成功离婚案例呢，都是因为双方有长期分居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官呢通常会认为因为双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住在一起，甚至都没有彼此联络，那代表这个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因此判决双方离婚。但如果只是生活上面发生冲突，那法院呢通常会认为双方还有好好沟通和好的机会，婚姻没有到难以维持的程度，因此不构成离婚的重大事由。进一步来说，如果法官认为双方状况有到重大事由的门槛，那还要进一步的判断，让婚姻经营不下去的原因是谁造成的，谁需要负比较大责任，而责任比较轻的一方才可以向责任重的一方诉请离婚。那问题就来了，虽然从责任承担的角度上面去看非常合理，但实务上要怎么判断责任轻重呢？每个人的角度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有一些案例是女方跟丈夫发生口角之后离家出走回娘家，后来女方想要离婚，可是法官认为女方没有积极的进行沟通，发生冲突之后就离家出走，责任比较重，因此不能够提离婚。不过针对同一件事情可能有人就会认为说，妻子已经有尽力沟通，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才会选择离开等等。因此要证明这些重大事由真的存在，要判断责任的轻重，往往也需要请小孩跟双方的家人出庭作证。而这个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人批评说，这其实是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在责任轻重的判断上面也还是很难有一致的标准。而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双方在生活当中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只是因为有一方觉得不爱了，或是单纯觉得彼此不适合一起生活，不想要继续这段婚姻。那如果另外一方不愿意放手的话，难道双方就应该一直被绑在这段关系里面吗？听起来这些问题好像都还蛮难解的如果我们先放下台湾的状况，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处理这个离婚问题的呢？今年的4月，英国推出了无过失离婚的新法。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降低离婚的门槛，让想离婚的人不需要经历很繁复的这个程序还有条件就可以离婚。也就是说，想要离婚的英国人在新法通过之后，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或是满足什么特别的条件，只要你认为双方相处的不和睦、不快乐，其中一方就可以启动离婚程序。那接着需要等待至少20周的审核时间，取得法院的认证之后，大概在6周之内就可以获准离婚。也就是说呢，整个程序下来只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恢复单身。英国会推出无过失离婚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旧的制度下面要离婚的条件比较严苛，因此有的人为了要离婚成功，要不呢就是雇佣这个私家侦探挑对方的过失，要不就是双方串通好捏造证据。所以他们认为新制实施之后呢，把门槛降低，就比较能够满足到这些离婚的需求。而在修法之后，也引起了2种不同的舆论反应。有人认为呢，在新制通过之后，未来可能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但也有人认为由于离婚程序变得简便许多，大家比较不害怕踏入婚姻，反而会使得更多年轻人愿意步入礼堂。而这种无过失离婚其实也不是英国独有的，在德国澳洲、加拿大等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在中国状况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去年中国推出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呢，目的就是跟这个无过失离婚不太一样。这个制度下呢，如果是双方都同意离婚的协议离婚，那即便双方都同意，而且已经签署离婚协议，但提出协议之后还需要等待30天的冷静期。在这段期间内，任何一方都可以反悔，然后撤回自己离婚的决定，并且在30天内仍需要2个人亲自到户政事务所申请离婚证，不然离婚也不会成功，需要重新协议离婚，或是到法院走一次裁判离婚的程序。中国推出了离婚冷静期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呢，应该要减少随意性、冲动性离婚。他们认为适当的增加离婚成本可以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也比较能够保护未成年子女跟弱势一方的利益。有些人认为对一时冲动离婚的人来说，冷静期的设计呢，确实能让关系有被修补的可能。但这个制度也引来了不少人的批评他们除了质疑这是公权力过度干涉婚姻自由以外，也有人担心离婚冷静期的设计会让离婚的周期变长，如果真的有被家暴等等状况，就会更难脱离婚姻。今天我们对于离婚的讨论比较是属于制度面的，也就是政府要怎么设计制度的问题。那一般来说呢，政府还是会考量到整体社会对于婚姻的认知，再依照这个婚姻观去设计制度。那对我们来说，婚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婚姻除了是2个人相爱的证明以外，也是一种非常强的法律关系。伴侣可以在法律规范之下代理对方处理很多的事情，也有财产共享等等的权利。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双方在婚姻制度当中结合的时候，共享了非常多的权利跟义务，要分开的时候才会变得特别的困难。但是离婚困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像是有人认为就是要让离婚比较难，这样子进入婚姻之后才会更有安全感，也更有意愿去彼此调整，共同维持家庭的关系。而相反的，也会有人认为说，婚姻只是2个人的事情，如果有一方想要离开了，那用法律把双方绑起来也没有意义。这2个观点的背后呢，其实就是2种不同婚姻观的体现，实在很难说哪一种才是最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认为按照现有的制度，想要避免婚后发生这样子的纠纷，或许可以在结婚前双方就和平理性的先一起讨论离婚的可能性，甚至是签下有共识的婚前协议。比如说先规范好
双方的财产分配方式、离婚的条件、小孩的教养责任等等。那就算真的想要分开，也或许比较有可能让双方的关系在比较和平的状况之下结束吧。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哦。最后想问问大家的是，你认为台湾应该要怎么规定离婚制度呢？应该要设定像英国的无过失离婚，不要强迫双方在一起；应该要设定像中国的离婚冷静期，避免冲动的离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有的规定就不错了，婚姻关系有足够强的约束力，但要分开也不是没有办法。第其他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离婚制度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后悔当妈妈以及熟年离婚的讨论。那么今天的G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